朋友们，在修行这条路上，任何法门呢都是一味药。若无一切心，何须一切法？健康圆满的灵魂呢，本来不需要修行，它本就是自在安然的存在。但是我们却常常被无明遮蔽，生出种种迷惑和心病，所以才有了法和修行。而关于在生活中的实修呢，有3种最基本的方法，这3种方法殊途同归，最终都能帮助我们回到本有的圆满存在状态。首先第一个，修参。什么是修参？它呢也叫参禅，常用参话头的方法。参一句话头，比如参我是谁，谁在思考，谁在迷惑等等。参代表一种对内在的询问，抱定一个话头，询问那个观念、那个思想、那内在一切现象与我的关系。在修参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要做出一种选择，那就是选择不再认同自己的身心现象，不再追随自己的思想和情绪。比如，当你看到无念便是涅槃这句话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如果你能瞬间停止思维念头，不对这句话产生理解，心中空无一物，那么便是这句话本身的意思。如果你开始思维分别什么是涅槃，如何实现无念，涅槃究竟是祥和无烦恼呢，还是寂静寂灭呢？类似种种分别，一旦有了起心动念，便不是无念，也不是心灵本有的祥和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当我们想去做一件事的时候，往往可以找出很多理由，这就代表我们选择了对既定观念、思想、情绪的顺从，或者说，我们不自觉地成为了观念、情绪、欲望本身。而修参是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，去询问一切身心现象他们是谁，而我又是谁。当我们从身心现象中剥离出来的那一刻，体认到我不是一切被参究的对象时，心灵便豁然开朗，通透明了了。这便是瞬间的顿悟，瞬间体会到了我是谁。比如说思考到了如何实现无念，那么如果我们的观察足够迅速，或者说我们能在念头产生的瞬间去参是谁，去参是谁看见了这一念，那么这一念便会被终止，被空掉。我们会发现自己只是看见而已，只是对念头的看见，这种看见便是内心的清明。在这样的顿悟中呢，我们甚至可以产生对烦恼和迷惑哈哈大笑的能力，一些人称之为圆满自信的幽默感。在这样的状态中，我们看到花会更鲜艳，树会更翠绿，内心的背景成为了清净本然与豁达喜悦。第二个方法，修观。观就是觉知，是我们本有的一种自然状态，而我们能够观的对象其实只是自己的身心现象。因为我们认识世界呢，只能通过眼耳鼻舌身意6种自身的功能。就好像我们的眼睛看见了阳光，实际上是阳光进入了眼睛，我们觉知到了这个复合的身心现象。而你向别人讲述阳光时，也许会说我看见了阳光，这是另一种记忆浮现的身心现象。修观的目的与修参几乎相同。如果说修参是为了找到我与身心现象的关系，那修观就是去觉知身心现象是如何产生和运转，而不变成现象的运转本身。区别在于修观的起初多了一份警觉与警惕，就好像给自己头脑里驻了一个警察，时刻觉知着念头、想法、情绪的运转。这样的状态里，我们可以获得初步的清醒与自由。再进一步，当我们在觉知中放下了警觉与防备，放下了期待和目的，那么我们的觉知将变得毫不费力，变得更加纯粹与清晰。而觉知的本来面目，就是阳明先生所说的知行合一，
知即是觉知，行即是对象。在完全的觉知中，并不存在觉知者与被觉知对象的二元对立，它们是同步发生的合一。就好像我们感觉到恶的觉受便是与觉知同步发生的。这就好像在专注的思考时，我们便是思想本身。当我们回过神来反思时，才会有思想者的产生。实际上，思想者就是另一种思想。因此，我们为觉知刻意加上一种目的，一种表达，就是另一种觉知现象。当我们把自己等同于现象，当现象的分裂快于觉知，我们便陷入了所谓的轮回和命运。而修观最终就是回归到觉知本然的合一，也就是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。觉知就像一束光，光的本身是通透与明亮，这其中没有任何疑惑与无明。这样的觉知就是自性圆满的体现。这也正如王阳明对世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：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？意思是，当体会到自己的心即是光明的觉知本身，又何须言语和外物来衬托自心的明亮呢？最后一个修定，也就是修止禅定。我们在实修中，通常是止中有观，观中有止。止的意义是指将心止于一处，意思是将专注力集中于某一点上，比如呼吸时气息流过人中的冷热感受、腹部的起伏等等。圆觉经中讲到，修止起初要有一种大勇猛之心，当断令断。也就是说，在起初阶段，初学者呢需要用意志力专注于呼吸和某一种觉知的对象。当发现注意力跑偏了，陷入妄念了，要再次立即回到之前的对象，如此循环往复，便产生了最初的定力。带着最初的定力，我们才有能力修观，才不至于落入被观的对象，才能清楚地觉察到身心现象的生灭和流转。而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用一种无为、无所求、放松的心态来进一步修止或观。无论是修止还是修观，无为与放松是前提，因为任何刻意的警觉、内心的目的、细微的动机，无论好坏善恶，都是需要被观的对象。就像我们在静坐时，身体并非要刻意挺拔，而是自然而放松的，其中透露着一种和谐的美感，透露出一种无为的气息。随着对止观熟悉程度的加深，我们在修习的过程中，气息会越发均匀和细长，以至于似有似无，而我们本身也会随着呼吸变得细微，逐渐体会到定静、喜悦和一种包容一切的空间感。这种空间感便是一种解脱，因为我们会发现，内在的空间是能够包容一切与一切同步发生的存在，包括一切烦恼和忧愁。烦恼即菩提。修观的意义，就是在烦恼发生的那一刻，烦恼反而变成了一种阶梯，迈着这一个个被觉知的阶梯，我们便进入了内在觉知的空间，而觉知本身便是定静、能量与喜悦，将这种阶梯连成一片，形成一条光明大道，便是止与定。太乙金华宗旨中这样描述觉知：人们定静的觉知，不是一种绝对的空无，而是一种充满生机的能量，犹如春阳能够融化冰雪，生机勃勃，所到之处草木都会更加鲜艳。这也便是真空妙有的含义，也是人们圆满的本来面目。而处于觉知的空间中，是生命的最初表现，也是所有人共同的本质。在定静的觉知空间中，我们会发现并不存在一个连贯的自我。我这个概念是因身心现象出现而产生，是一种不断生灭但并不连续的念头和思维概念。
而贯穿于其中，就像灯芯贯穿于整个蜡烛的那个，才是我们的本质，是那如如不动的觉知空间。体认到这一点，你会感到极大的内在自由与信心，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也会从觉知的空间中产生，这也便是无我的智慧。反之，当我们没有去觉知这些念头和思维概念的时候，它们就会连接起来，会形成一种意识流，一种念头流，就好像电影胶片一样的，它就会产生故事。于是故事的主人公我就出现了。如果你去觉知到，这些胶片就不会连续，就不会产生故事了，所以烦恼也就不会产生了，它就会自行消融。有些人呢，会因此而发现自己人生真正的目的，不再受制于以往的教条和经验，做事的动机也不再是为了得到，不是为了自我，而是一种创造力和热忱，于是会变得更加包容他人，具备一种平等心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他人的过失只是跟随了累世以来的迷惑和习气，陷入了性格、记忆、情绪等等身心现象的惯性而无法自觉。如此一来，对他人的爱与慈悲也便产生了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